第92章强。待到萧炎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之时，天色已经大亮，温暖的阳光从窗户的缝隙中射进，在地板之上留下点点光斑，同时也将房间照得颇为亮堂。直起身来，萧炎睡眼朦胧地坐在床上愣了好半晌，方才将脑中残余的睡意驱逐，甩了甩逐渐恢复清醒的脑袋，懒懒地下床，然后随意地洗漱一番。洗漱刚刚完毕，门口处便是传来轻轻的敲门声以及少女轻柔的娇声：“萧炎哥哥，还没起来吗？”听着这声音，萧炎眉头挑了挑，快速地将脸上的水渍擦去，然后行至房门处，嘎吱一声将房门缓缓拉开。房门打开，略微刺眼的日光忽然的射进，让得萧炎习惯性地闭了闭眼，半晌后缓缓睁开，将目光转移到那正俏生生地立在门口的青衣少女身上。今日的靴儿依然是一身清淡的青衣，得体的服饰配合着那宛如青莲般空灵脱俗的气质，让得房中的少年忍不住地在心中赞了一声。目光随意地在靴儿那窈窕玲珑的身姿上扫过，最后停留在那略微有些苍白的精致小脸之上，眉头不由得微微一皱，怎么搞的？水灵大眼睛紧紧地注视着萧炎的表情，却发现除了责怪之外并无其他。薰儿顿时甜甜地笑道：“身体有些不舒服，没什么大事。”不舒服？眉间挑了挑，萧炎抬脚走出房间，将房门关好之后，手掌忽然拉起薰儿的小手，一缕淡淡的温和斗气在灵魂感知的控制下，缓缓地在薰儿体内转了一圈。片刻之后，萧炎面无表情地收回了斗气，心中却是轻叹了一声，看来薰儿昨夜所需用的秘法的确很耗精力，现在他的体内几乎已经只有几缕微薄的斗气在流转着，显然这是那种秘法所造成的后遗症。此时的清晨，起来晨练的族人并不少，望着那站在门旁亲密拉在一起的薰儿与萧炎，都不由满脸羡慕。萧炎哥哥。薰儿小脸微红地正了正手，轻声嗔道：“真不知道你究竟干了些什么，竟然虚弱成这模样。”放下薰儿的小手，萧炎板起脸，低声斥道。灵动的大眼睛在萧炎板起的脸上扫了扫，依然未发现别的什么东西。薰儿悄悄松了一口气，笑道：“昨天越级修炼了一些斗技，所以才弄成这样，休养几天就好，萧炎哥哥不用担心。”翻了翻白眼，萧炎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陪同着薰儿在家族中吃过早餐之后，然后便是找了个借口，悄悄溜出了家族，在乌坦城内逛了逛，顺便打听了一些有关加列家族的消息。柳溪的失踪绝对能在加列家族引起一些轰动，然而出乎萧炎意料的，他却并未发现加列家族今日有何不对劲的地方。方士照开，丹药照卖，与往日近乎没有任何区别。嘿，这加列壁还真不愧是一族之长，竟然能把这消息给压下来。不过你能压一天，难道还能压1月不成？等你剩余的疗伤药销售完毕，我看你又能如何？冷笑了一声，萧炎沉吟了一会，然后便对着城市中央的米特尔拍卖场行去。在拍卖场外的偏僻之所，萧炎依旧是如同以往一般换上了大黑斗篷，将身形完全遮住后，这才进入人流涌动的拍卖场之中。刚刚进入拍卖场，萧炎便是被一位俏丽的侍女恭敬地引进了候客厅，在厅内闲坐片刻之后，身姿婀娜的亚妃便是笑盈盈地出现在了萧炎面前。哼，真是贵客，萧炎弟弟今日怎有空来拍卖场？端起茶壶，亲自弯身替萧炎斟满一杯茶水。亚妃嫣然笑道。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身着旗袍的亚妃在弯身斟茶之时，胸前一片诱人的雪白总是若隐若现，让的人几乎有种移不开视线的感觉。可目光同样是差点深陷在那宏伟的鸿沟之中，不过萧炎毕竟定力不错，干咳了一声，努力地移开目光，目不斜视地盯着略微泛绿的茶水，从怀中掏出暗红色的那戒，然后从中取出5只小玉瓶，淡淡的道：“诺，今日是过来完成约定的。”因为亚妃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所以萧炎也不再让药老代替说话，直接回复了少年的清朗声调。亚妃的目光从小玉瓶出现之后，便是紧紧地盯在了上面，妩媚的俏脸之上惊喜涌现。在萧炎身旁的椅子上优雅地坐下，
亚飞小心翼翼地捧起一只小玉瓶，细细地端量了一下，然后微微倾斜瓶口，一粒略微泛着碧绿色光泽的圆润丹药调皮地从中滚动而出。深嗅了一口那扑鼻而来的药香，亚飞美眸微眯，丰满的胸脯挺起一个让人为之垂涎的傲人轮廓。半晌后，方才谨慎地将丹药回放，冲着一旁的萧炎露出一个堪称妖娆的妩媚笑容。看来萧炎弟弟似乎准备对加列家族有所行动了吧，不然又怎会提前来完成约定？闻言，萧炎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，从怀中掏出一张纸卷，上面写有几种药材，这些药材都是具有养气的功效，当然这些自然是为了薰儿那妮子准备的。看着他那虚弱的苍白脸色，萧炎实在有些心疼。接过萧炎的纸卷，已经有过好几次经验的亚飞也知道萧炎的意思，没有丝毫废话，直接叫来侍女，然后让其速去准备。坐在安静的后客厅之中，萧炎略微沉默，忽然轻声询问道：加列家族似乎在其他城市寻找到了药源。加列家族现在正在与特兰城的一个药材家族合作，不过他从那里所购买的药材要比乌坦城内贵上4层之多。亚飞点了点头，笑道：还真是舍得。戏谑地摇了摇头。萧炎微笑道：那给我一些关于他们运输药材路线的一些情报吗？闻言，亚飞捧着茶杯的玉手微微一颤，美眸惊异地盯着身旁的少年，呐呐道：你又想干什么？抢东西。苦笑了一声，亚飞叹息道：加列家族惹到你这小煞星，还真是有够倒霉的。摇了摇头，亚飞略微沉默，起身进入后客厅之后，半晌后手持一张卷轴行出，将之交给萧炎，低声道：我接到特兰城的拍卖场的一些情报，2天之前加列家族再次购买了一批价值40万金币的药材，这批药材今天下午应该就能到达乌坦城。这些药材加列家族只预交了10万的定金，其余30万还是赊欠。护卫药材的队伍是加列家族的护卫，其中斗士3名，大斗士1名，还有几十名实力在斗者级别的护卫。40万，真是大手笔。轻声笑了笑，萧炎将卷轴收进纳戒之中，笑声缓缓变冷。若是这批药材没了，我看他们如何向那边的药材家族交代。现在的加列家族已经濒临破产，而这30万的赊欠便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抬起头望着那端着药材走进来的侍女，萧炎冲着亚飞感谢地拱了拱手，上前接过药材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行出了大厅。坐在椅上望着萧炎那走得干脆利落的背影，亚飞苦笑着摇了摇头，轻叹道：这小家伙行事手段与年龄简直太不相称了，加列毕那老家伙这次恐怕真要栽了。